限量40辆，建议零售价580万美元，年轻人的第一辆车布加迪 Divo。8.0升 W16 发动机，100公里只要43.3个油，能爆发出1500匹的马力，0-100加速只要2.4秒。但遗憾的是，在蒙特雷汽车周发布当天就卖完了。那咱将就一下，威龙曾经世界上最快的量产车，身价随随便便2辆劳斯莱斯幻影的神车，一定很符合咱们的格调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布加迪威龙的前世今生。首先了解一下布加迪公司，这是一个百家姓公司，从创立之初到现在拥有过5个国家的国籍。创始人埃托雷·布加迪出生于意大利米兰，但公司是在1909年德属的阿尔萨斯市莫尔塞姆创立，而这片地区在二战后被法国重新获得控制权，所以本质上是一家法国公司。随后在1963年被一家西班牙公司 Hispano Suiza 收购，接着在1986年重回意大利，被商人 Romano Ardioli 买下并创立布加迪汽车公司。最后1998年再次易主大众，这经历可谓是颠沛流离。而去年布加迪再次出售，被一家克罗地亚的电动跑车生产商 Rimac Automobili 收入囊中。神奇的是，这么多次的换手并没有把布加迪品牌的调性拉低，反而就是因为易主才让布加迪一次比一次辉煌。尤其是被 Romano Ardioli 购入后的时间里，是布加迪追逐陆地极速、公路霸主辉煌时代的开启，还诞生了一代传奇布加迪威龙的前身布加迪 EB110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跑车是个疯狂的产业，法拉利 F40刚刚问世，一度能卖超过150万美元，但建议零售价才40万美元，所以在当时投资跑车求的就是个一夜暴富的机会。布加迪 EB110项目的开发是由 Ardioli 和 Ferruccio Lamborghini 共同开创，前期设计工作交给了兰博的设计师 Paolo Stanzani， 他提出了使用不超过3.5升的 V12发动机，通过结构来减轻重量，并使用涡轮增压来弥补动力上的缺陷。与此同时，4位设计师接下了设计任务，最激进的设计来自于前宾夕法雷纳的设计师保罗马丁，大佬真的很厉害，设计过劳斯莱斯和法拉利。但他这款 PM110， 我一眼看上去，哟，这臀不是东风轿跑车吗？倒也不是丑，就完全不是布加迪的感觉，像是把兰博和法拉利揉在了一起。然后就是乔治亚罗设计的 ID90， 它的风格是很科幻的，从他设计 DMC 德罗宁就能看出来。ID90 有个超大的玻璃，夏天开估计要晒脱发。特斯拉表示这个我熟。可惜的是，阿迪奥里并不怎么认可这个方案，最后这个设计反倒成了宝马 NASCAR CR 的设计灵感来源。再就是财大气粗的博通设计公司，他们的这款模型据说是使用风洞吹出来的，外形一眼帕加尼，就是一个字润。但奇怪的是，博通最后决定终止和阿迪奥里的合作，到现在都没个缘由。最后只有 Marcello Gandini 的设计 A35-02 被选为量产的原型。Gandini 的设计非常独特，楔形的设计在他的作品兰博基尼 Miura、Diablo 和 Countach 上都能看到。这辆车现在跑在马路上，真的10米开外根本分不出是兰博还是布加迪。但最终这个版本快到生产的时候又被阿迪奥里否决，理由是棱角过于分明，没有摆脱过去跑车设计的特点。所以在经过这么多大师之手后，阿迪奥里居然把最后的设计交给了建筑师 Gianpaolo Benedini， 这跨界设计我都怀疑布加迪之前是来偷来骗设计灵感的。所以这最后的版本你们觉得咋样？好看吗？量产车被命名为 EB110 GT， 中置3.5升 V12发动机，舒适功率550匹，0-100 3.56秒，最高时速342公里每小时。在之后，布加迪还推出了 EB110 Super Sport 版本，换装了碳纤维机盖、可动后扰流板，610匹马力，0-100提升到了3.2秒，最高时速348公里每小时。这数据甚至连车王舒马赫都抵抗不住它的诱惑，定制了一辆骚气的黄外蓝内的 EB110 SS。还有布加迪前段时间发布的 Cento DH 就致敬了很多 EB110 SS 的设计元素，最明显的就是车身侧面的圆形进气口。但可惜的是 ，EB110 好巧不巧赶上了全球经济下行的时期，大环境影响了布加迪这类超豪华跑车的销量。那段时间卖的最好的都是啥车？高尔夫、Mini、嘉年华这种。而且最离谱的是，阿迪奥里还买了一个烫手山芋 Lotus。冷知识 ，Lotus Elise 的名字来源于阿迪奥里的孙女 Elisa 阿迪奥里。所以经济问题严重的布加迪只能申请破产保护，宣告着由阿迪奥里领导的布加迪汽车落下属于他的帷幕。而真正把布加迪带上神坛的是大众汽车，那是1998年，大众的老对手宝马和奔驰都在抢大众的廉价车饭碗。这就像你在一个地方卖了10年煎饼，突然旁边的高端饭店也开始卖煎饼，不仅跟你一个价，而且料更足。反正皮耶西是气死了，当场就决定要在高端市场上给予反击，靠着自己财大气粗，开启了疯狂的收购模式。首先就把兰博基尼买下，还花了8亿多美元买下了劳斯莱斯5年使用权和宾利汽车，最后用5000万拿下了布加迪汽车，目的填补奥迪 S8之上、宾利之下的市场。后面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，布加迪一举成为了大众集团最贵的车，甚至有传言说威龙卖出去1辆，大众还得亏个几百万美元，真就是财大气粗炫耀实力。买下布加迪之后，皮耶西很明白，布加迪虽然被卖了很多次，但在跑车界，布加迪的名头就好比蓝翔技校在挖掘机领域的地位一样，搞得好的话，不仅对大众品牌形象提升巨大，还侧面表达了大众是能弄出比 BB 更好的东西，实现降维打击，反正再差也不会比辉腾差。资金和技术的大量投入，让布加迪 EB118仅用3个月时间就在巴黎车展上
上亮相，外形致敬了93年的概念车 EB122。EB118 长5.05米，宽1.99米，高1.4米，四门改为双门设计，正面依旧是标志性的马蹄形进气格栅，侧面还有2个巨大的镀铬进气口，来给 W18 的发动机散热。对，没错 ，W18 发动机还是大众的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个发动机的设计还是皮耶希随手在一张信封上完成的，每个缸都有4个气门，总共72个，光听起来就觉得离谱。在大众的巨量资源和近16亿美元的资助下，仅仅几个月之后，再次更新的版本 EB218 在日内瓦车展上亮相，前脸和车身基本保持了一致，就是双开门再次变成了4开门，长度增加到了5.38米，再长点就能和迈巴赫 6RS 的6.16米一样上尊贵的黄牌了。还别说，这个车的车侧还真有点像 6RS， 要是当年布加迪按照这个版本去做豪华轿车的话，说不定今天劳斯莱斯的位置就要易主了。但4门的豪华轿车不符合布加迪的跑车基因，自然被否决。但接下来的这款威龙 18-3 概念车呢，中置布局，4轮驱动，使用兰博基尼 Diabolo 的底盘，马蹄格栅不能少，分割车身隆起的线条，20寸超大轮毂，对咱们来说绝对是眼前一亮的设计。但皮耶希作为可恶的甲方，再次拒绝了乔治亚罗的设计，认为这设计太平庸，还不够布加迪。估计乔治亚罗当时的拳头都硬了。在拒绝了所有外包设计之后，皮耶希把项目扔给了自己手下的设计总监 Hartmut Workers。好家伙，皮耶希这操作跟阿迪奥里一样啊，该不会也是来套设计图的吧？要说还是自家员工懂自己的老板。这位设计总监把乔治亚罗的版本在转角处做了更加圆润的处理，并采用双色车身，一下就把轮眉的肌肉感体现出来了，还不失优美流畅的线条。前格栅相比乔治亚罗的版本也更加协调，车后侧弧形的进气口正好完美呼应车身的走线，还有散热的实用功能。至此，威龙的雏形已经逐渐就位。确定完概念之后，2000年布加迪威龙 EB16-4在底特律车展亮相，放弃了 W18 缸，因为输出马力只有620匹，跟当年的迈凯伦 F1 的618匹基本打个平手，没法达到世界上最快超级跑车的目标。所以大众把排量扩大至 8.0升，并搭载4涡轮 W16 发动机，1250牛米的扭矩，最大马力拉到了1001匹，0-100只要2.5秒，甚至威龙还有接近2吨的体重，可以说绝对的速度就是威龙诞生的意义。2006年 TG 把威龙拉到了 Airlation 赛道上去测试极限速度，由船长驾驶威龙把速度拉到了407.5公里每小时，几乎每秒都能开过一个标准足球场的距离。现实版的我在前面跑，魂在后面追，100升的油箱也只够威龙烧15分钟，用的比漏的还快。而且当时布加迪团队为了测试空气动力，去找 F1 的索伯车队去借风洞，得到答复竟然是我们的风洞达不到那么高的速度。威龙不仅速度快，制动也是猛到不行，尾翼打开可以提供3425牛的下压力，刹车盘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，前8后6的卡钳能在短短10秒之内把车速从400公里每小时减速到静止。就这个力度，一脚下去，中午吃的饭都得飞出来。同时，威龙还在05年一举刷新了迈凯伦 F1 在94年创造的386公里每小时和科尼赛格 CCR 的387.7公里每小时的记录，成为了第一款超过400公里每小时的量产车。而如今威龙的速度早已比不过后来的后辈们，各路品牌都争奇斗艳，在陆地飞行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布加迪凯龙 SS300 加甚至达到了490.48公里每小时，比咱们平时均速300的高铁还要快近200公里每小时。但布加迪是没有极限的。2020年布加迪 Bolide 甚至达到了恐怖的1824匹的动力，车重仅有1.24吨，100公里加速只要2.17秒。官方还宣称理论极速能在20.16秒之内超过500公里每小时。自家的布加迪凯龙0到400还得42秒，科尼赛格雷 Gela 还得31.49秒。这个数据完全暴扣了市面上的所有车型。但去年年底，布加迪再次易主克罗地亚电动跑车制造商 Rimac， 可以预见到未来的布加迪放弃使用这颗 W16 的动力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Bolide 也应该是布加迪最后一辆燃油车的巅峰。在这个电气化的时代，大马力电机带来的毫无迟滞的动力刺激着每个追求极速的神经。但自私点，只想蔚来内燃机也可以有它的一席之地。